sun in my life. You are the light of my love. When I am lost in the dark, every shadow fades away. The sun in my life. You are the light of my love. When I am lost in the dark, every shadow fades away. 今天真的还有，林总已经连续3天给我们订点心和奶茶了，他是有什么喜事儿吗？应该吧。今天是红豆糕、红豆奶茶，昨天是陈皮红豆沙。西瓜，你家林总是不是红豆控啊？我不知道，可能他家红豆大丰收了，我去问问。你好，大方的林总，我们什么时候去南京啊？谢谢。快坐，路上辛苦了。还好，苏州到南京没有多久。资料。谢谢。哎呦，老王把我也喊来了。对呀，你也来看一看，大家一起提点意见吧。好，来，快坐。那我们开始。开始吧。这就是我们在原有设计上结合了光伏系统之后所呈现的效果。光伏组件主要是铺设在顶部以及侧立面，侧立面呢是以遮阳板的方式体现的。大家看一看，提些意见。这样可能有点问题。如果建筑的下半部分组件间距不合理，光线偏移时，可能会造成长时间局部的阴影遮挡。被遮挡的部分不仅无法正常工作，还会消耗其他电池产生的电能变成热能，导致局部温度过高，形成热斑效应，影响光伏组件的性能和使用寿命。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安装旁路二极管来减少热斑效应的影响，但是仍然存在较大的风险。这样，我以为我们沟通已经很充分了，没想到还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还得继续改啊！难道要取消掉下半部分的光伏组件？但这样的话，对发电量会有非常大的影响。不着急，我们还有时间。坐。旭光，你刚刚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其实我想问一下，我们只能在原设计上结合光伏系统吗？原设计是不是也可以有个小改动什么的？什么改动？说来听听。如果把群楼船身这块设计成海浪的造型呢？海浪？我不太懂建筑啊，我就随便说说。就是主体大楼还是风帆意象，原本船身的部分呢，以曲线形式一层层波浪式的向外扩展，光伏板0:4制比的铺开，阳光一照就像波光粼粼的海面。这样一来可以增加光伏组件的总面积，二来海浪的设计也更方便我们把组件的安装角度调整到苏州的最佳倾角。
人类发展科技，探索未来，本来就像一艘小帆船，在浩瀚无际、没有方向的大海中行驶。舅妈之前说，程瑞的设计理念是乘风破浪，之前只是乘风，这样改动的话，还蕴含了破浪的意思，就更加紧扣主题了。对，我有画面感了。可是你刚才会上怎么不讲呢？因为我对汪总不太了解吧，万一他觉得我越俎代庖，就反而不美啊。不会，老王是特别直来直往、不在乎人情世故的一个人。不过西光小小年纪，倒是人情练达，无师自通。哎呀，未必是人情练达，他性格体贴，经常站在别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不就是人情练达吗？不过也不用每时每刻太考虑别人，这样多少委屈了自己。那不会，我又不是笨蛋。行，那我一会儿跟汪总转达一下你们的意见。好，那舅妈，我和雨森先回苏州啦。啊，好，那我送你们。好，走。没想到我们家西光还有建筑师的天赋。什么？你别捧杀，意见人人会提，灵感人人都有。那真正要落实到纸上，变成真正的设计，是需要设计师们更多的灵感和扎实的功底的。道理人人都懂，难道我私下夸夸女朋友都不可以？好吧，是你女朋友不解风情，罚她请你吃晚饭怎么样？吃铁锅炖。真巧，你男朋友正想吃。哎呀，小聂，我忘了，你和林总今天去南京对吧？我最近设计了好几个光伏的小东西，你们给他们设计师看看，也许能当智能数字中心的点缀。我们刚刚出来，我发给他们。行，那我去忙别的了。好的，花总辛苦。花总才是有设计师天赋呢，这些小东西好可爱啊！最近智数中心的事很多，会不会影响花总的研发工作？花总肯定不会这么觉得，毕竟光伏研发的最终目的还是应用，都一样重要。你说的对，有点钻牛角尖了。舅舅，小聂啊，你们有想法怎么不直接跟我说呢？你舅舅说不明白，还没走远的话，快回来。还有这些景观装置也很有意思，我们一起研究一下。好的，王总，我们才出发，现在马上回去。最近同事做好几件事，南京、苏州来回的跑，好不容易周末休息一下。英杰一定以为我在进行什么甜蜜的约会，哪能想到我跟男朋友在家里学习呢？这难道不是你提议的？我说去周边城市玩一下，你说不如在家里学习，体验一下大学时代和男朋友一起学习的感觉。我只是装装样子，谁知道你真看啊！哇，我晕刺了！有晕倒的病患，我看看。
非法。心跳加速的声音，听在我耳边轻声低语，安静呼吸。非法什么？多么希望和你就停在这里。但是我这样对女朋友应该是合法的。仿佛这个世界上，林医生，林博士，你学到了哪条知识？告诉我，亲一下可以治愈他。这项研究还在试验阶段，要多次实验才能得出正确结果。那我是你的实验对象，是实验伙伴，要给署名的那种。你不要靠过来。你的实验伙伴表示，今天的实验已经结束了。我只是拿书。哦。对了，我刚一边看书一边在想，我们要不要给公司改个名字？我觉得双远有点土，感觉像是远程跟盛远两个名字二合一。盛远和远程在长三角也算两面大旗，不用这么划清界限。有道理。唉，就是可惜了。我刚刚灵光一闪，想到了一个天选之名，感觉用了一定超级吉利。什么名字？光宇。我把我们俩名字凑在一起，但是女士优先，所以我的名字放在前面，绝对没有压你一头的意思。可以，改吧。不扯大旗啦？是不是因为我把我们俩名字放在一起才改出的？你想多了，纯粹是因为这个名字很贴切。光是能量，岛屿是载体。光宇可以解释为吸收储存光的岛屿，跟公司从事的行业很大。西光，你取名字很有灵气。我有没有灵气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你很能胡扯。奶奶，小光啊，我快被你爷爷气死了！怎么了？爷爷做什么啦？他头晕2天了，我让他去医院吧，他死活不肯去，还不让我碰他，说我一碰他，他头就晕；我不碰他，他头不晕。啊？晕的严不严重啊？有没有吐什么的？吐倒没有，但是他这次头晕吧，挺奇怪的，我也说不清楚。这样吧。明天星期天我回一趟无锡，到家里看看。要是头还晕，拖也把他拖去医院。哦，好，你回来了，奶奶捉只鸡红烧，再买一些野生的河鲫鱼给你炖汤喝，好吧？不要那么麻烦，我随便吃一口就行，主要是去看爷爷的。奶奶养鸡啊，就是等你回来吃的。那你大概几点钟回呀？ 9点半差不多。啊，好，我们等你啊。老人家生病了，奶奶说爷爷头晕了2天，不肯去医院。他就是这个样子，固执得很。以前生病呢，就是找村里的医生开点药吃。这次我回去，恐怕也不听话。
这种情况倒是有个好办法。什么？老人家不肯去医院，你不妨直接带个医生回去。头晕的话，我正好专业对口。你觉得带我怎么样？你说你这么一会儿就跑出来5、6趟了，你着什么急呀？哪像你了，8点钟就搬了凳子在这儿等着了，还说我心急。哎呀，我这是晒太阳，补充维生素 A、B、C、D 呀。哎，昨天小光啊，晚上突然跟我说要带男朋友回来，还说男朋友以前是当医生的，能帮你看病。哎呦，高兴的我一宿都没睡好。她怎么突然有男朋友了呢？也不知道长什么样。昨天还只念叨只要人品好，今天就只关心长啥样了。哎，你今天怎么这么烦呢？别以为你头晕我就不骂你啊！好。哎呦，来了辆车，是外地牌照的，肯定是他们。奶奶，小光，爷爷，哎呀，小光啊，哎呦呦呦！你们一直在院子里等啊？我刚到，你爷爷一早就等了。爷爷奶奶，这是我男朋友林宇森，爷爷奶奶。爷爷奶奶好，你好，你好，小林，你好。谢谢奶奶。爷爷，你今天头还晕不晕？宇森以前是神经外科的医生，让他帮你看看。啊，哎呦，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好些天了还是晕，要去医院拍个 CT 吗？爷爷，您看着我的眼睛。没事儿，我又好了，就是不能晃头晃脑的，不能动作变来变去的，一动他就晕。我们先进去坐下吧，我帮爷爷做个简单的检查。好，好，好，快进来吧。哎，小心。慢点。头不动，眼睛跟着我的手指，向左看，向右看，朝上看，朝下看。爷爷，是不是头向左转，或者向左翻身的时候，头晕更重一些？哎，你怎么知道啊？观察眼症。爷爷有没有什么基础病？颈椎好吗？颈椎没毛病的，就是有点血压高，但一直在吃药呀，控制得很好。从爷爷的症状来看，应该是耳石症。我再做一些检查，确定一下是哪里的耳石脱落。检查过程中可能会让爷爷有些眩晕。没关系的，我都晕惯了，只要查出毛病就好了。来，你先坐起来啊。来，这个角度会有眩晕感吗？还好。好。哦，晕，这样晕的最厉害。那房子都好像转了。来，应该是左侧后半桂冠耳石脱落。这什么意思啊？我都没听过。什么叫耳石脱落？我也没听说过。不用怕，不是大问题。耳石可以理解成是一种长在耳朵里的结石，脱落之后可能会让人有些晕，失去平衡感。我们先在家里试试复位，如果没成功，再去医院。爷爷，配合我的动作，不要对抗。来，躺。来。来。现在还有眩晕感吗？
哎，不晕了。这么快就好了，太灵了。耳石症复位效果是立竿见影的，不过爷爷不该拖，拖久了变成习惯性发作就不好了。就是啊，爷爷，你早点去医院，早点复位，这样也不用吃这么多苦了。那还会复发吗？有可能，所以爷爷平时要休息好，适量运动，保持好心情，不要生气。如果又复发了，就打电话给我们，或者及时去医院。他不肯去医院的，之前银行送了体检，体检报告出来了，银行还安排城里医院的医生来给我们看体检报告，他还是不肯去。哎呀，没什么大事儿，跑一趟城里多麻烦啊！那不等于白体检了吗？哎，不行，你把那个体检报告拿出来我看看。哦。你看得懂吗？有它呀。奶奶血管弹性减弱，总胆固醇略高，低密度脂蛋白略高，没什么大问题。待会儿我写个饮食注意事项。你写了我也看不懂，我小时候家里困难嘛，没读书，不识字。那我和希光给您录一个视频。这个好，这个好。你录还是我录啊？录小林。奶奶，不是小林，他是当医生的，这方面专业呀。哎呀，他就是想着回头在村民那些马友们炫耀炫耀呗。小林，你看看我的。哎，来，你。爷爷奶奶身体都很好，爷爷没什么大问题，按时吃药，定期检查就行。啊，我就说嘛，家里有个医生就是好，这下我们彻底放心了。小林啊，今天你辛苦了啊，你坐一会儿，我给你们做饭去。我去给你打下手。爷爷，你再休息一下，耳石刚刚复位，别又脱落了。这2天也要避免劳累和剧烈运动。对对对，爷爷你看电视嘛，拿着，我去帮奶奶。走，我们去烧火。你是不是都没见过土灶呀？只在电视里和农家乐见过。果然是城里人。难道你不是啊？我小的时候可是在爷爷奶奶家长大的，一直到上小学才会路西的。烧火呀、喂鸡、放鹅，样样我都会。我教你烧火吧。首先呢，先清理一下灶堂里的灰。好了。然后，你帮我拿一点稻草结，给我，你来点。好了，可以了。然后再加一点那个豆干，对，就是它，让它放进去。然后那个柴火呢要这样摆。中间有空隙，火才能升起来。看，这样，好了。奶奶，火烧起来了。哦。我觉得我已经学会了。来，把火钳给我。我要拍张照片发给盛阿姨，告诉她你被我扣在奶奶家打工。叫阿姨寄巧克力来说。那起码得有5斤，我身价可不能低。啊，也太贵了吧？那要是盛阿姨睡醒了，看到信息说赎不起怎么办呀？那
我只能在这里烧一辈子火了。好的呀。注意地形。我看你脸都烤红了，我还想感受一下温度。蜀山汤。你多煽乎一点。我也试试温度。小光、小林，你们看今天的锅巴真好啊！哇，你太厉害了，奶奶！是你们烧火烧得好呀，把菜端出去开饭了。啊！你乖。谢谢。谢谢。你快尝尝这个野鲫鱼汤，特别鲜，超市里买的鲫鱼完全不是一个味道。确实是我喝过最鲜的。我什么也没加，纯天然的。还有这个，奶奶烧的糖醋排骨也是一绝。是。这个糖醋排骨啊，它是跟我学的。我今天头晕没下厨，哎，下次一人做一半菜，咱们比比。那太好啦！以后你们找了雨森当裁判，可就不许再找我了哦。看来以前你老是当裁判，爷爷奶奶手艺都这么好。当然啦，小的时候不流行在酒店办酒席的时候，村里人办喜事啊，都找爷爷奶奶去掌勺，我就跟过去白吃白喝。可惜我就没有这种天赋，一样的调料和步骤，烧出来完全不是那个味道。下回我试一下，不学烧火了，学下掌勺。爷爷奶奶这么好的手艺，可不能断了传承。好，我都教你。是啊，教你。来，快吃。是，快。接个电话。哎喂，秀珍啊，我今天不去搓麻将了。啊，对，小光回来了。小光的男朋友也来了。是啊，刚刚谈的，个子高高的，帅得不得了，还是个神医嘞。我跟你说，这2天我们家老头子不是头晕吗？他看了几分钟就看好了。哎呦，我骗你干什么啦？他还帮我们俩看了体检报告，这一条条一句句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真的假的？能不能帮我看看？我也才刚体检过，小武带我去的，拿到报告以后也没有跟我讲什么情况呀。哎呀，这个我不晓得他们今天什么时候走哎。小光啊，那个你秀珍姑婆问，能不能让小林帮着看看体检报告？哎，怪我多嘴了。可以啊，我们晚上才走的。秀珍姑婆家的桑葚最好吃，叫她给我带一点呗。哎，秀珍啊，他们吃了晚饭才走。哎，你把体检报告拿过来。哎，对，哎，那个你就这么把我给卖了？说想吃你们家的桑葚，你摘点。桑葚很贵的，一篮子几十块呢。你以前的门诊应该不贵吧？大概多少？一篮太多了。普通门诊14块。行。那
妈装了，去掉还有剩。谢谢庞德啊，这位。没什么大问题。小林，你会摆麦？这个我不会。是呀。我学的西医。那你以后要努力一点了，学贯中西。是新要求。回去我试试。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哎呦，我就是路上碰到他们聊了几句，没想到他们听说你的孙女婿是医生，还能帮忙看体检报告，就跟着来了嘛。还带了点地里的蔬菜。我自己也有种，主要是上个月村里组织了70岁以上的老人去体检，体检报告出来，好多人听不懂嘛，所以就想着过来再问个明白。不要再喊人了。保证不喊了。我就是吃了药，这血糖还是降不下来。我问一下，这药该怎么吃法？您现在吃的什么药？我给你看看，就这2种。糖尿病，我得问问其他医生。二爷，你等一等。你问的医生靠谱吧？是哪家医院？靠谱，华山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华山在哪里啊？不是成人医院啊。二爷，你看过《射雕英雄传》吧？里面有一个华山论剑。看过，我看了好多遍了，东邪西毒。还有一个什么来着？5个高手争天下第一。对，所以啊，这个带华山的都是很厉害的，上海的大医院。这样可以吧？干什么？没事。请你吃一个吧，别脏手了。喂，陈主任，不好意思打扰了。我这边有位长辈，72岁，糖尿病史25年。怎么还有人来啊？我真的没说了，不是我。哎呦，我去看看。好的。好，我记下了。谢谢陈主任。你们干什么？我们是来找聂成远要债的，别做缩头乌龟。聂成远在哪儿？让他出来！不要进来！成远，哎呦，这不是吴家的老2、老3吗？天天跟钱老头混在一起，怎么今天跑这儿来了？一开始我以为就老里头，没想到一开门，吴老2、吴老3他们就冲进来了。阿青阿姐，对不起了，我也是实在没办法。你们是谁啊？为什么来我们家？你就是聂成远的丫头？那什么，你爸欠了我们钱，我们来要账来了。胡说，成远怎么可能欠你们的钱啊？你别空口白牙，胡说八道，好吧？老太太，我有证据的好吧？来看，这是借据，不信你们仔细看一看啊。小林，这上面写的什么？快念给我听听。今收到吴二棍投资款35万元，投资远程集团房地产项目，周期3个月，月息2分，由聂成远担保。这些借条上面明明白白写着钱大顺借钱，你们不去找他找我爸干什么呀？还有啊，写我爸担保就是我爸担保吗？这些签名根本就不是我爸的笔迹。我管他是不是你爸的笔记，借条是这么写的，他就得认。凭什么？钱大顺问你们借钱，你们上他那里去要呀？上我们这儿来闹什么闹啊？都一样，都一样。这村里哪个人不知道前方平哥你儿子混在一起？
你儿子跟钱方平的事儿，早就传得十里八乡了。要不是那钱老头说有聂老板做担保，谁会借钱给他呀？哎，现在倒好，那老头子喝醉了，嘴一张，说钱全赔光了，隔天你跑的人影都没了，电话也不接，我们没办法呀，只能找大老板喽。这说哪儿都跟我们家没关系，有本事到派出所去闹！快走，快走，走走！阿姐，我不是要找程远还钱，求你们行行好，让程远先把证找出来。我放弃了22万啊！我一辈子种菜种地攒的钱，全都给他们了。还有50多万呢，我都是看病的钱呐。哎呦，你们怎么能借钱给钱大顺呢？他是什么人，你们还不了解吗？他的话你们也信啊？我听说是程远给他做担保的，我又想着乡里乡亲的也不会跑掉，所以我就想赚点利息。我接续上才是月薪1分，他们都是2分呐。我也没想到这个钱大顺他会不。小光，给你爸打电话，让他回来收拾自己的烂摊子。哎呦，老头子，你怎么了？啊？你是不是又不舒服了？没事。奶奶，你先扶爷爷回房间吧。那这儿怎么办？这边有个西瓜能处理，你放心。谢谢啊，小林。走吧，走。盛宝凯一心想捧儿子上位，想让我们做嫁衣，也不想想，智术中心这么大一块肥肉，又在我们江苏，我哪有不想吃的道理？就是，想让我们去给他们抬轿子，那也未免太看得起自己了吧？以我们远程在江苏的根基，他们就算请了杜南，也未必能拼得过我们。也不要轻敌，现在的方案还要继续优化。是。喜光，今天怎么给爸爸打电话？我马上过来。我爸立刻从城里赶回来，你们出去等吧。不是，凭什么让我们去外面等啊？怎么着？哎，你们家这院子金贵啊，人占不了啊。你们不出去，我报警了。报警，没吓唬人呢，还能把我们抓起来？再者说了，哎呀，抓起来我也不害怕，好像谁没进去过似的，是不是？的确应该报警，抓不抓的不好说，但是冤有头，债有主，债主是钱大顺，警察来了，正好说个明白。那行，我们就在外面等着聂老板来，他要是不来，我们就不走了。对不起啊。姑婆、二爷爷、姨婆，你们都先回去吧，这乱糟糟的，回头别伤着你们了。啊，我们不走，我们要和你们在一起的。没事的，我一会儿把院子门关上。我爸回来之前，我不会给他们开门的。那我们还是先走吧。啊，哎，小光，有事情打电话告诉我们啊，忘了事情你在家歇着啊。没事，那我们先走了啊。好，慢点。哎，林医生，刚才那2个叫的最凶的是村里有名的无赖，平时我们都不和他们来往的。聂家的家风啊，老聂和阿晴都是淳朴实在的正派体面人，村里人说起他们都只有好话，人缘好得来不得了。姑婆，我知道，看细光就知道了。好，那我走了，你们小心一点啊。没事。走。
哎，我跟你说啊，今天聂成远他女儿和女婿可都来了，机会难得，就算是为了在他女婿面前撑面子，聂成远也得把钱给了。平常只有老头老太太在家，钱保要，万一给咱们装个晕什么的，回头还讹上他，是不是？今天我们就在这儿守着，绝对不能让他们跑了。我们这样，不会把聂家想要他的对象给吓跑吧？是啊，不该把他爸胡乱搞的事情给说出来呀！呸！棺材本都被骗光了啊，还担心人家丫头对象的事啊？要不是我们带着你们，这辈子你们都讨不回1毛钱来。欠我们钱的是钱老头啊，都一样嘛。哎，你以为那个聂成远是什么好东西啊？是。别担心，爷爷重新复位了一次，睡一会儿就没事了。别怕，小事情。没有怕，我只是觉得好烦。那一点乌云密布，那点弯弯曲的路，走走停停数不胜数，爱才不那么仓促。昨天下的雨停了吧，今天暖阳正浓，曾经只站在角落的我，想试着在你身后，再错过，再等多久，只因你而心动。是穿过了人海匆匆，此刻握住的是你的手，紧紧抱，轻轻拥，享受住你温柔笑容。是越过了阻碍重重，此刻相识的是你眼眸，不退后，不怕寒冷的冬，阳光只似你也似我。梦远了，梦醒了，梦碎了，不过就是场梦而已。醒来街上有灯火通明，身边有我陪着你。天阴了，天沉了，天黑了，不过就是场雨而已。